这是一个用爱向阳而生的故事。当前路已成既定，我们是否要在黑暗来临之前去做一件照亮往后人生的大事？这是一个深刻却简单的问题。无论选择什么，都应该以不后悔为目的。这里是山城重庆，肖大明是个人到中年的出租车司机。众所周知，重庆的道路错综复杂，堪比迷宫。肖大明开了半辈子出租车，某种意义上比导航更加靠谱。这天是长江马拉松的比赛时间，也是肖大明的儿子肖尔东钢琴比赛的日子。街道上人满为患，肖大明的喇叭都按烂了，也无济于事。肖尔东却一点都不着急。肖尔东是个马拉松爱好者，但因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，爸爸并不支持他的兴趣，还勒令他必须每天做眼保健操，随时防止失眠。妻子邢云早早去世，照顾儿子的重担落在肖大明身上。这些年来，他每天起早贪黑的跑出租赚钱，为了给儿子看病，也为了让他有钱学习钢琴。在肖大明看来，有了这个一技之长，哪怕以后自己不在了，儿子也可以好好活下去。父母之爱子女，则为之计深远，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因为马拉松比赛的缘故，市内多条道路被封，任凭肖大明是个老司机，也只能龟速前进。肖尔东见状，借口快要迟到下了车，打着不耽误考试的旗号，实则是为了找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，那就是奔跑。肖尔东迈开步子，风声在耳边呼啸，浑身的毛孔都在舒张。他跟着马拉松运动员在圈外奔跑，这是他坐在钢琴前绝对体会不到的快乐。肖尔东没有去赶去考试地点，而是一路跑回学校。此前他收到好友方墩的消息，得知省队金牌马拉松教练夏露正在学校挑选有潜力的好苗子，这个机会肖尔东一定不能错过。于是他和夏露提出想参加训练，谁知肖大明已经预判了儿子的行为，提前和夏露打过招呼，坚决不允许他加入训练队。肖尔东自然没能得偿所愿，只能垂头丧气地跑去参加钢琴考试。不出意外，这次又是倒数。肖大明知道儿子的心思，对于这个成绩也没有多说什么。他拨弄着坏掉的琴键，心里想着要给肖尔东换架心情。方墩家的体育用品店就开在学校操场旁，也就自然而然当起了肖尔东的情报专员。队内测试这天，肖尔东接到方墩的电话，急匆匆赶来。训练场地封闭，他就在操场外跟着跑圈。夏露发觉了他的身影，虽然肖尔东确实有些天赋，但患病也是事实。夏露告诉他，练马拉松不是一朝一夕，想要跑出成绩也并没有那么容易，这个过程可能5年，也可能10年。他的身体状况摆在这里，除非跑得过时间，否则都是空谈。肖尔东抚摸着妈妈留下的奖牌，妈妈当年是个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，最后也因为病症断送了体育生涯。肖尔东不仅继承了他的热爱，也遗传了他的病症。反复思考夏露的话，他决定不跑过时间，只跑赢自己。多发性硬化症十分容易复发，自从小时候第一次发作后，肖大明就要求肖尔东提前做好失明的准备，让他开始闭着眼做所有事。为了降低复发几率，还3令5申不准他再跑步。另外，除了定期到医院复查，肖尔东还要接受老父亲到处找来的偏方，譬如吃啥补啥的养眼睛。和肖大明的小心翼翼相比，肖尔东认为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，不如在此之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于是他开始瞒着肖大明跟着队伍在场外训练。这一切都被夏露看在眼里，他决定给肖尔东一个机会，只要他在2天后的大学生马拉松对抗赛上取得成绩，就破例收他进队。不知情的肖大明为了给肖尔东换架钢琴，开始没日没夜的接活。他以前也是个搞音乐的文艺青年，一把小号吹得颇有水平。最近有个拉大提琴的朋友退休，邀请肖大明一起组个乐队，他一口回绝，认为还是多跑几趟出租车赚些钱实在。肖大明省吃俭用，从朋友的琴行买了架德国钢琴，音色动听，价格也动听，不过为了儿子花多少钱都值得。肖大明载着钢琴回家的路上，碰到了跟着队伍训练的肖尔东，他追上训练队，大声喊着让他回家。肖尔东充耳不闻，肖大明则沉默地回到家。朋友们已经等候多时，一起帮他把钢琴抬上了楼。不多时，肖尔东也回到了家，他打算破罐子破摔，和肖大明坦白自己这个水平不配用这么贵的钢琴，以后也不想再练琴。肖大明没有说话，只是连夜买了把锁，将儿子锁在房间。第二天，肖尔东早早起来准备去参加比赛，发现房门被锁后急得跳脚，折腾了一会儿房间没了动静。肖大明有些担心，于是打开门进去查看。藏在衣柜里的肖尔东趁这个机会撒丫子就跑，联系方墩给自己带双鞋。肖尔东便火急火燎地来到比赛现场，结果比赛开始前，方墩带来的鞋被肖大明截获，就连他自己脚上那双都没能幸免。肖尔东只能赤着脚跑。肖大明见儿子如此坚持，心疼地追来让他穿上鞋。此时的肖尔东是有些怨气在身上的，他没有理会肖大明，继续往前跑，直到一步一个血脚印，直到眼前一片模糊。肖尔东最终没能完成比赛，病情也再次加重，他的眼睛只剩微弱的光感，需要靠激素药物度过急症期。所有人都知道激素药意味着什么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之后，肖尔东的生活陷入了漫无边境的黑暗，不是眼前，
而是内心。他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，父子俩的关系也一度降到了冰点。他们都没有错，肖尔东想要追求梦想，肖大明想让他好好活着，错的是命运的不公。肖尔东始终不愿面对肖大明，他住在方敦家的阁楼，整日沉默寡言。肖大明为了能好好照顾儿子，和方敦商量了个办法，他扮成不会说话的赵师傅，成了儿子的贴身看护，肖大明变成了赵师傅，两人靠着语音助手交流。为了不露馅，他还不得不陪着儿子做一些从前在他看来是胡闹的事，包括但不限于陪肖尔东放了自己车胎的气，老子给儿子点烟等等，甚至偶尔还得一人分饰两角，演绎出赵师傅大战肖大明的戏码。为了彻底帮儿子解开心结，振作起来，肖大明想尽办法弄到一个山城马拉松的名额，好让肖尔东作为陪跑参加比赛。解决了参赛问题，接下来就是帮肖尔东找个好教练。为了向夏露证明自己的决心，肖大明硬生生跑完了40多公里的比赛路线，支撑他的是对儿子的爱。肖大明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夏露决定帮父子二人一把。于是年纪一大把的老父亲开始跟着儿子一起训练，作为视障者的眼睛，陪跑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除此之外，两个人必须保持节奏一致，但他们一个看不见，另一个是身体素质完全跟不上的零经验小白，想要步伐一致似乎是天方夜谭。夏露给肖大明安排了针对性的体能训练，这对年过半百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噩梦。高龄胖子进军体育界，这放在整个宇宙都相当炸裂。一起训练，一起奔跑，肖大明感觉和儿子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接近。事实上，肖尔东也早就察觉到他是谁。终于在第一次拉练中，肖尔东将事情说破，并表示不行，不要勉强。肖大明拉过陪跑绳，上阵父子兵，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他们俩一定能行。于是父子二人冰释前嫌，共同期待着这场山城马拉松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比赛如期而至，肖大明和肖尔东顺利进入了赛场。随着枪声响起，父子俩随着人群涌出起点，迎接他们的是40多公里的漫长跋涉。赛程过半，肖大明为了保持肖尔东 BP335 的记录，坚持调快了自己的节奏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两人跑到了30公里，此时第一名已经冲线。大家常说30公里才是马拉松的起点，也是很多人的终点。到了这个阶段，考验更多的是参赛者的体能和意志。肖大明的心率也一度飙升到了180，他咬牙坚持着，最终还是败给了身体状况。肖尔东心疼父亲提出退赛离场，肖大明却放开儿子的手，告诉他沿着白线继续跑下去。终于，父亲学会了放手。人生之路就像这场马拉松，父母永远无法陪着孩子一起走下去，他们不得不在中途放手，让孩子跑向自己的终点。肖尔东一路向前，风擦过他的脸颊，妈妈的身影出现在他身边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精神指引。耳边响起人群的欢呼，肖尔东以3分34秒的成绩通过了终点，他跑赢了自己。而肖大明在短暂的休息后也重新跑了起来。只要心中有希望，终点就在眼前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迈好脚下的每一步，即使没有鲜花和掌声，沿途的风景也是最好的奖励。